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定档8月1日，群星闪耀时，黄渤吴磊双时空同框，手搓攻势救援看点十足。晚上8点钟，影院大银幕前灯光骤暗，音响里传来一段带着强烈电流杂音的信号，那是跨越65年时空传来的"收到"2个字。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在7月13日放出的找答案版预告，直接把观众拉进了这场过去与未来的紧急连线中。由黄建新监制、王宏卫总策划、张迪莎执导的这部硬科幻作品，不仅拿到了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作为指导单位的官方背书，还定下了从7月中旬开始的一连串梯次点映，直到8月1日全国公映。是的切口没有走常见的末日废土路线，而是把时间死锚定在2个点，一个是1970年中国初代航天人发射东方红1号的火红岁月，另一个是2035年的深空探测未来。65年的技术鸿沟，成了2代人之间最难逾越的墙。镜头一晃，2035年的星舟2号飞船在深空遇险失联，船体在持续破损。当吴磊饰演的角色在狭窄的舱体里艰难地连通了1970年的地面基站，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李乃文饰演角色的严厉盘问。在那个电脑还没普及，甚至连基本的通讯格式都无法匹配的年代，未来飞船发过去的数据，地面根本无法直接接收，更不要说1970年的科研人员必须先进行底线核验，证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不是敌方特务，而是来自未来的后辈。镜头给到1970年的科研办公区，一排排木质办公桌上落满了图纸，老旧的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，几个座位甚至虚席以待，透着初代航天人顶着巨大压力连轴转的真实感。黄渤饰演的科研人员赵吉虎盯着黑板，手里的粉笔飞速磨损。中国剧木板海报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手搓演算公式，成了那个时代救援未来的唯一武器。数据无法匹配，时间又在两头逼近，未来飞船随时面临解体。地面的科研人员算到自我怀疑，每一分每一秒的剧情都在这种不对称的压力中推进。这种2代航天人的传承碰撞，直接拉高了文本的讨论度。从20个城市开启特别放映后反馈的观众评价来看，很多人提及了双线叙事的群像力量。大家在手机屏幕和社交平台上讨论的，不再是漂浮在半空中的特效概念，而是那种脚踏实地，用算盘和草稿纸去解未来飞船谜题的微观细节。视线能环环相扣，说得通，背景道具也没有那种粗制滥造的塑料假感，这让不少去看过特别放映的人觉得看到了本土科幻的更多可能。作为科幻新人导演的张迪莎，这次直接挑战这种双时空叙事，确实是个不小的尝试。针对不同视效需求释放的4款制式海报，也透露出片方在视觉呈现上的不同侧重。IMAX 版强调2个时空飞船相遇的宏大画面， HDR LED 版则用深空引航的一抹微光来拉开层次。CINITY 版聚焦太空交汇的谜题，中国剧目版则把镜头死死对准了那些手搓公式。这些制式在接下来的排期里也有明确分工。7月17日会先在30个城市限定影城开启超前点映，随后在7月18日到19日，全国视效厅的点映会全面铺开。这对于喜欢大银幕微观触感的观众来说，是个提前观察太空场景与双时空对照质感的机会。2代航天人在大银幕上的时空交错，终究要面对科学逻辑的检验。65年的技术鸿沟究竟如何通过具体的科学和剧情逻辑去破局？2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叙事能否在结尾完成严丝合缝的闭环？
这些疑问都成了影片在8月1日公映后最核心的验证点。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目前的全国20城特别放映仍在继续，更多的观众正在走入影院，去听那一声从1970年传来的收到。